多年前，北京三里屯地下转角的那个麦当劳，是我赚到人生第一桶金的地方。那个时候，胡洗澡还很年轻，胡椒男还没有长残，我还是那个放荡不羁、爱喝酒烫头的街舞少年。很多年过去，身处异国，我再也没有去过麦当劳。这里没有腿儿堡，没有板烧，更别说新出的那3粒大丸子。不过，身为新晋美食博主的麦当劳老员工，我觉得我可以复刻它。同学们好，今天我们来分析麦当劳丸子堡的组成。从图片可以看出，大丸子汉堡里有汉堡包，这是我自己自制的一些，不热，热腾腾香喷喷的日式奶包。这个做法比较复杂，今天就不多说了。你也可以去超市买现成的，这个不错哟。除了面包，还有芝士片、生菜叶和沙拉酱。麦当劳用的是麦香鸡酱，我用的是上次做寿司用的辣味美乃滋，就是在美乃滋里加 sriracha 和一些葱花和蒜泥。然后就是这个意式番茄肉酱，学名叫 bolognese， 意大利语叫 bolognese， 做丸子堡的时候学的。Can I get a lasagna bolognese? Il brodo, e basta questo. 经过大量的调查和研究，我发现做意式肉酱只有一个步骤，就是把一堆东西放进锅里。意大利肉酱需要慢炖，有些人可以炖上长达5小时。不管用什么方法，将洋葱、芹菜和胡萝卜切成丁，锅中放油，下入150克培根翻炒，再加入刚才切好的3件套翻炒，加入300克绞好的牛肉再翻炒，最后倒入番茄泥、红酒和蔬菜汤，搅拌均匀。烧开之后开最小的火，盖上盖子，让它在一边慢慢的炖。然后就到了最重要的部分，就是这个丸子。我看很多人说它的味道像宜家瑞典肉丸，那不如去趟宜家吧。Oh my god，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北京欢乐谷？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Anyways， 既然搭配的是意式番茄肉酱，那就做一个最正宗的意大利肉丸好了。做肉丸子需要3个步骤：绞好的肉调味搅拌，揉成团，下锅煎。准备好所有食材，在面包糠里加入一点点迷迭香、百里香、牛至、罗勒等粉末和盐调味。搅拌机中加入半磅猪肉、半磅牛肉、1个鸡蛋、泡尔玛奶酪和罗马诺奶酪、1小勺盐，调好味的面包糠，一点点黑胡椒和橄榄油，搅拌均匀。拿出之前做舒芙蕾的冰淇淋勺，但小1号，挖1勺肉，揉成球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锅中倒入能没过半个肉丸的油，等油温达到190度时就可以。仿佛有100件事情、1000种味道，在肉圆和油碰撞的那一瞬间发生了。伴着不远处肉酱锅里传来的浓郁的番茄红酒的气息，淡淡的芝士的奶香，罗勒等草本的清香，还有那让人心满意足的油滋滋的声音，你听。Wait， 为什么这肉丸看着有点像肉饼啊，这是。这一次我在肉馅里多加了个鸡蛋，据说这样可以让肉和调味料更好的融合，表面更加的光滑。搅匀之后放进冰箱冷藏1个小时，冰凉的肉馅可以更好的定型。换了一个迷你平底锅，小火热油，趁这个时候挖1勺肉馅儿，在掌心来回拍打，逼出多余的油脂，让揉出来的肉丸更加的紧实，口感更加的清爽。Oh my god， 这肉丸也太圆了吧！我一定是个天才。下入滚圆滚圆的肉丸子，让它在油锅里快乐的来回翻滚，直到整个球面都染上一层焦黄，如此反复。此时的肉丸里面还没熟，将它们转移到番茄肉酱锅里，盖上锅盖，再焖煮最后的5分钟就准备就绪。忙乎了大半个月，从4处找正宗的意大利教学视频，连做了几次才成功的日式奶包，一遍又一遍的重买食材，试了又试的油温和炸丸子的方式，再到一路走来做出了千奇百怪的汉堡的形状。麦当劳老员工做的汉堡可不能和图片差得太远，而胡椒北也像他的厨艺一样，
一步一步走向成熟。好吧，反正每当这种悲剧发生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厚着脸皮请大家给我一键3连以表同情。另外，我想说，汉堡的这种设计真的不适合我这种樱桃小组。Anyways， 我把汉堡一层一层的吃掉了。遗憾的是，我没有吃过原版的大丸子堡，所以做出来的味道跟原版的有多接近就无从考证了。我知道了，不如你们就照着我这个食谱做一个，然后再去麦当劳尝一尝，然后再回来告诉我 ，OK？美食教室，再见。